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2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1.32，收盘价是205.76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4.80，最低价是在204.88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49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7 倍量增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仍然处于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是出现了反弹，但是上方依然有很大的压力，最后收盘还是收在了低位。同时，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，那这样的走势加上成交量增，将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有下行的表现。好，那么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我们来看从 K 线上来说，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前低 202.51， 因为跌破这个位置，也就是瓦解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然后呢，继续维持目前的空头趋势，然后继续下行。那所以我们说啊，目前股价如果在下行，说如果在202或者说下面的200关口，如果不能够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在206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在211。实际在10月26日收盘价是在205.76。那至于我们预测下行的第一个点位，也就是206，我们还预测了一个点位是收在201，当然都是有条件的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到206，不仅收盘价的点位相接近，同时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这样的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中红 K 线是伴有大的成交量，那么这是要继续下行的表现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0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2.51，因为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继续目前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瓦解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同时呢，202和200关口呢相接近，这是股价目前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78，178只是一个强支撑，那股价下行的真正的目标应该是152。对，那我们会看到，目前股价从152是4月27日这根 K 线，这根起涨 K 线的最低。那这一波涨幅我们会看到是到7月19日的最高是在到达了299这个位置。那么目前这个股价的收盘价已经跌破了这一波涨幅的中线，
也就是在220附近。那220这个位置呢，通常是一个，如果这样的一个涨幅回档，220应该是一个强支撑。所以目前我们会看到连续数日股价是跌破了这个位置。那么目前我们看，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那么股价下行的目标目前一定是152，也就是这一波的下行的目标。对，好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时也说过，如果在202和200关口在这个地方没有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么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，分别是202.51、178，还有一个就是152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也就是反弹。股价如果在200关口附近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那么反弹向上，现在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前高10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22这个位置，它是第一个目标。同时我们刚刚已经说了，220附近呢，正好是这一波涨幅的中线。对于股价回档，它是强支撑。那对于股价下方向上反弹呢，目前这个位置又成为了一个强压力。强压力，我们在视讯当中的强压力、强支撑，并不是说它不能被突破，而是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。好，那么股价上行的目标，我们会看到目前，222是它的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这是一个重要标志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在10月24日、10月23日和24日出现反弹之后，是在也就是在这一波涨幅的中线遇到的压力，而继续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么，对，所以股价目前如果要反弹，它的目标依然是这个位置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同时呢，目前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走势，如果股价反弹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呢，将会出现头高。那下方如果有底高呢，其实如果股价反弹能够站上这个位置，也说明股价建立了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一旦突破这个位置，股价是有继续上行的可能的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这个缺口的中线是236，它是一个强压力。然后继续向上，第三个目标就是257， 257是10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股价要突破它的目的就是要，我们说，在这个地方222如果站上，已经就是建立一个短期空头了。如果能够站上，257呢，就是瓦解自10月10日以来的这一波的下跌，对，瓦解这个空头趋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的3个目标：222、236和257。我们再给出在10月27日盘中我们要观察的位置。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0月26日盘中，如果能够在前面这根 K 线最低，也就是212上方运行，股价是容易收高的。但是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股价容易收低。我们会看到在盘中是反弹之后即出现了反转向下。好，那对于10月27日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00关口，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200关口。好，我们关注它的位置，就是说目前连续出现了含有长长上影线的3根 K 线，那么收盘价一直是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这都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，也就是上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。那么股价继续下行，如果到200关口不能得到支撑，
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多次了，就是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所以对于10月27日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。那么我们要关注在200关口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，而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或者是一个直接反弹的一个信号 K 线。也就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例如出现一根蜻蜓线，也就是含有长长下影线的 K 线。对，所以在10月27日盘中，我们关注200关口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在10月23日收盘价212附近给出了进场抢反弹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，也就是5%进场抢反弹，获利的目标是在216到219之间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看到连续2个交易日，也就是在10月24日和10月25日，股价在盘中都达到了这个获利的目标。那么应该这个仓位是已经出场了。但是如果目前还没有出场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就是前低202.51，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，这个强反弹的单子如果没有获利，那一定是要止损出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空头在10月27日开盘之后，我们认为依然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我们认为空头目前它可能是要守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在10月27日，我们测算是在208到211之间。对，那么这个位置会有空头的进入。我们说，如果股价出现反弹的话，当然股价如果低开，一定在更低的位置，一定也会有空头的力量进入。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200关口。他们的回补位或者要守的位置，一个是5日均线值，还有一个就是上方的222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2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208到211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15，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第三个压力位是上方220到222，也就是这个区域。同时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会到达这个位置，是在223。好，第四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这个缺口是230到242，其中236是强压力。那么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会到达240附近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下方的202.51，然后第二个支撑是200关口，第三个支撑我们再给出一个位置，就是195。195是5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因为这根 K 线也是一个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起涨 K 线的最低，只不过它的回档是幅度不大。对，所以在195应该会有一个支撑，这是第三个支撑。第四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7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。如果是继续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07，最低
下方会到达19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6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也就是会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99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08.5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07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是对10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我们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